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本来昨天周三是更新 podcast 的日子，不过因为家里有一只猫生病了，就是没什么食欲啊，没有什么活动力，然后下巴又长了一个怪东西，所以还蛮着急的，决定先带它去看医生。那因为看医生的过程还有后续吃药都蛮麻烦的，所以就决定把更新摆到今天，那就不好意思迟了一天了。不过也因为这次的机会，想要借机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带宠物去看医生的过程，然后有什么医院啊，准备多少钱等等，希望对于在台湾有养宠物的你们有一些帮助。那我就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，带宠物在台湾看医生的经验。大家现在有养宠物或是有过养宠物的经验吗？我算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，所以从小到大都有养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哦，包含小老鼠啊、鸟啊、乌龟啊、狗狗，到现在的猫等等。我总是喜欢自己家里有不一样的生物存在的感觉。但是随着年纪增长，渐渐发现养这些动物虽然能带来开心的感觉，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带来各种担忧，像是害怕它们生病或是出了什么意外。尤其是生病这件事，不仅自己会难过，也会伤了荷包，所以真的特别害怕它们生病。另外，我也曾经心痛走失过一只胆小的台湾土狗，这个就未来再跟大家分享了。那在台湾，因为养宠物的人其实蛮多的，动物医院的数量也不少，而且除了看狗和猫的动物医院以外呢，还有像是非犬猫的动物医院，专门看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，像是刚刚说到的宠物鼠、乌龟或是手工等等，甚至还有专门看鸟类的动物医院哦。不过大部分动物医院还是以看猫和狗为主啦。也因为养宠物是个热门的事，大多数去动物医院的时候呢，总是很多人在等。而在台湾，每个人虽然享有政府的健康保险，看医生是有补助的，但是对动物当然是没有提供的啦，只能自己花钱帮他们另外买保险了。所以每次带动物去看医生，总是要花上一笔钱，无论是拿药啊、打针或是做健康检查，这些费用都非常可观。如果去的时候没有带一张1000块台币，很可能都会不够哦。虽然看诊的价格不便宜，但每次看到兽医师很细心又认真的帮自己家的毛小孩看诊，甚至还不害怕猫或是狗可能的攻击反应，就会很佩服这些兽医师的精神，也不会觉得花的钱不值得了。那么一般带宠物去动物医院的流程是什么呢？在台湾常见来说有分2种类型，一种是需要先预约的，另一种则是可以直接带宠物去现场挂号的。通常要先预约的动物医院，以我的经验来说，都是比较稍微高级的动物医院，因为每只宠物的治疗可能比较复杂，或是医院里面有更先进的仪器，需要医生操作等等，也可能因为需要动手术的状况比较多吧，所以都是要先预约，确保医生有空才可以去。而现场挂号的大多数就是针对立即可以处理的病，像是动物可能突然不舒服或是突然受伤，这种临时去排队的医院就很适合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24小时急诊的动物医院，虽然这种开24小时的医院其实相当少，需求也没有这么多，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医院存在真的很好。毕竟像是猫这种动物啊，可能到晚上开始活动，这时候才可以观察到它们的身体状况。
如果这时候发现有问题，却找不到还有开的兽医院，就会很着急。很感谢这些愿意开24小时的医院，即使看诊上是要加很多的钱，但是至少可以立即知道状况，也是很值得的。那么我也想分享给你们这次我家猫咪去医院的费用和过程。由于我家的猫是认养的，从小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生活，个性非常胆小。每次带去兽医院，除了要放在暗暗的笼子以外呢，外面都还要加上一层布挡着，不让它接受太多刺激。而到了动物医院的时候，也需要一直安抚它，或是在医生看诊的时候，需要紧紧抓着它，避免它害怕而跑掉。由于这次兽医帮他检查后，无法确定为何他会有身体不适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还帮他做了验血，类似像是基本的健康检查。而最后加上要拿的药和看诊费，总共是1700元台币，算是在我的预想之中。尤其是需要抽血验血的这种状况啊，通常花费都比较高，所以也不是很意外。不过想分享的小插曲是，医生知道我们家猫比较胆小，而诊所已经进来很多其他在等待的主人和他们的宠物，因此医生特别带我们到诊所的后方坐着等待结果，真的很贴心，也让同样紧张的我们能够比较放松一些。所以说，台湾对于养宠物算是一个友善的地方。现在也有很多餐厅都允许带宠物进去了，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在养宠物之前，要先有心理准备，会有看医生的费用。虽然这些宠物真的非常可爱，尤其是流浪的动物们，如果愿意给他们一个家，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。如果你在台湾想养宠物，推荐可以去公立的动物收容所看看。认养除了是免费的以外呢，也有很多的选择，或许可以找到能陪伴你的好伙伴，也能给他一个幸福的家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